大家好，我是机械交易的青阳。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到我们的第二讲。那么我们的这个拔模，上节课我们已经分析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些拔模的这个情况，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设计这个模具之前呢，我们需要对这个进行我们的这个拔模去处理，对吧？那我们这里面我们这里去拔模的话，我们在上节课有提到过。那这里面我是要去拔的话，我的角度拔多少呢？这个去拔模的话，就不仅限于我们这里你想怎么去拔它，那你就怎么去拔它了你想给它拔多少度，你就自己你就给它拔多少度了。这里面是根据我们这里面这个拔模的里面，我们要去量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拔的这个高度，以及你单边你要加多少的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它是拔模的角度大小是根据我们这个骨位的一个高低来的。那你像我们上节课做的这个地方，我们是夹胶拔，对不对？那我们夹胶我们也单边给它加个 0.1 就行了。那这里面是 7.37， 对不对？你就大概在 7.4 左右了。那么像我们这里面我们怎么去算呢？你可以直接自己去画一个三角形，对不对？你画一个三角形，我们这里高度画一个高度7.4，对不对？那你再画一个 0.1， 这里面再连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拔模角度了。这里你可以直接自己画一个这个出来去量这个角度，这是我们以前比较老式的这个方法那么画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角度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面这个外挂里面也有这里直接去帮我们验秀里面有一个计算工具，这里面就可以去帮我们去算出这个角度了。比如说我这个拔模角度这个位置你看我们这里面我们这个把它给拉下来一点，这里有三个数什么呢？我们这里面剪胶的距离我们是减 0.1， 对不对？那么剪胶的这个高度是多少呢？高度我们刚才量了大概 7.4 左右，对不对？那这里面你看我们这个角度就出来，这里拔模拔个 0.77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了。我们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拔这个角度了，直接去拔它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你从边从面都可以我们直接选择我们出拔模的方向，那么再选择我们这个边缘这个地方这里面，对吧？那这里面这个角度你输多少呢？ 0.77 我们就输大概这个角度这里就行了。因为这里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斜面，我们量的是矮边，那么这边是高边，所以说你这里面拔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拔到 0.77， 你拔个 0.75 左右就差不多。这里面我们拔完之后是保证一个大概的这样子的这个数据，这里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边缘这边是比较浅的这边到这里这个骨位，大概我就是减了一个加了个单边 0.1 像这里面我拔了之后，这里面好像看起来我们这里一量的话好像都不止了，是不是？加了10多个是了这里面这边是刚刚好，那么这边是不是我们这个骨位它是比较粗一点呢，还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是量出来 0.2 几，那没事。我们这里面这样子去拔的话有点误差，那么这里面我们是可以去接受的。这里有误差的话，我们是可以去接受那你不能说是刚刚好，因为这里面这个面是斜的，对不对？那我们这里面拔了之后，你看我们这里就变成了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面了。那么我们这边这些地方呢也是通过一样的这个方式，你从这里面你同样的去量这个高度它这是一个斜的这样子的一个面 4.3， 对不对？那你这里面又去直接这里去计算就行了， 0.1 4.3， 那这里面我们拔个 1.3 度左右，对不对？这里面我们就直接也同样的可以走到这里面，我们这样子去拔就行了， 1.3， 对吧？那我们这个角度就好了就拔好了。那我们这里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减胶，减个 0.5 就行了。OK， 因为这里面它不影响到我们这个厚度，影响厚度这里面呢是影响我们的这个拔模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成型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地方，这里面我们去拔的话，我们这里面这个柱子我们上节课也说过这个柱子这个柱子的这个拔模，你这里面你就不能随意的这里去乱拔它了这里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样子的这个边缘，那么是选择这边好像是不行，对不对？不能选择那么多，我们就选择这里，直接选择这一个边，再来选择这一边，它不给拔，选择这一个，那你看这个地方就有点小瑕疵，因为它这里面是底下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曲面，这里又被这个柱子挡住了，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拔模呢就稍微的受了一点点的这个影响你看这里面我们选这边这个圆弧这里面它可以拔，它可以生成比如说我这里拔个 0.1 度 OK， 那你看这边就有了，它只拔到一半。那么你这里面你也可以选择从这里这个位置，你从这边去拔，你看这里就拔不了了。那对于我们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拔模，我们怎么去处理呢？这就是我们拔模里面可能会碰到的这个问题。那对于我们这里面这种诸位的这个拔模，我们去处理的话是也是比较好去处理它。那你可以怎么去整呢？那么你直接可以量，我们可以先量出这里面这个大小，对不对？
4.5应该是。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你给它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圆柱出来，建多少？建一个4.5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单独把这个柱子这里面，你可以先把它给拆掉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柱子这里面我们先把它给拆掉。拆掉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就不要去，你就不要去直接去求差了。我们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选择这样子去做，你把这一块先把它给分割出来。OK， 那么我们这里面抽取一个面出来，抽取一个面呢，我可以先把这里这个柱子先把它给分割掉，是不是？分成单独一个，那么这里面就是单独的一个柱子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拔模的这个面肯定是这里这一个平面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直接把这里这个平面扩出来。当然，这个方法你们可以自己去用自己的这些方法去做也行。那么我们这种方法就是说，你碰到你拔不了的，你这里面它为什么不给你拔模呢？那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柱子被这个边缘这里拉住了，它不给你这么去做。不给你这么去做，那我这里砍掉之后，我们这里面你看我单独的这一个，我给它换一个颜色，这个柱子是不是就是我们产品上面的这个柱子这个高度？那我接下来我再干嘛？这四周没东西了，我这里再去拔它，那我随便拔了，是不是？直接我给它拔个0.1度 ，OK， 那这里出来了。拔完之后呢，我们这里面你可以自己去量这里面刚才是4.25，这里面我们变成了4点多少？这里面我们前面是4点。是2.2几那这里面我们就变小了，变到2.16了。那这里面我们就2516，那我们大概就是算不准的话，那我们这个很好办如果我们这里面我们算不准的话，我们就直接再次的做出我们刚才的这一个柱子出来就行了。我们知道这个是4.5的阿罗角，对不对？那我们更新一下，自己再来量一下，确保我们拔模的这个地方我们拔的这个位置那么剪胶，那这里面我们才剪了三个半丝，对不对？那我们这是拔的是-0.1度，那我们这里面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角度呢，可以给它调一下，拔个0.2度，或者是你直接提前的，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去把它给计算好，计算好了之后，你角度你可以一次到位。那如果你不想这么去算，你就先拔了这里再量，对不对？再量了这里再去更改这个角度就行了。那这里面我们就改好了，改好之后再回来再把它给合到产品上面的话，你看我们这里面。当这里面你拔了之后，这里面这个面它就跟这个骨没有贴死了，对不对？没贴死怎么办呢？没贴死的话，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把这里偏回来就行了呗，对不对？你给它偏个我们剪了不止我们直接把它给偏过来就行了，偏小，对不对？偏小之后，我们这里面合起来，再把我们的这个骨位放过把我们的这个柱位放过来，那合起来，我们这里就拔模就 OK 了这就是我们拔模的方法。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过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拔模如果有兴趣的，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去拿了这个课件，自己去练习一下其他地方的拔模。我在这里面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些拔模的方法。那么在这里面呢，提醒一下各位，拔模这里面不仅限于只用这个拔模命令去做我们的这个拔模，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借助把这个切开，像我们这里面就是也是用了拔模命令，但是我们这个思路它就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么可能你碰到一些曲面的地方你拔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可以去做面你做面也可以去做这个拔模的，不是说拔模就只能用拔模命令，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有角度的面到时候再去替换这就是我们做拔模的这一块的这个思路。那我们这节课我们这个拔模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OK。